们可能被高市早苗算计了。在我看来，他的每一次挑衅都在赌我们的反应，骂得再狠，只要不动真格，他就是赢家，因为他精准拿捏了我们不开第一枪的底线。结果咱们越是保持克制，他在日本国内就越有资本鼓吹威胁，拉升支持率，这套路真是被他玩明白了。那么他处心积虑这么算计，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首先，咱们得看明白日本右翼政客的终极梦想是什么。这个梦想说了几十年了，就叫国家正常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想彻底甩掉二战战败，国的包袱成为一个他所谓的正常国家最核心的标志，就是非要修改那个和平宪法第9条。这一条可厉害了，明确规定日本放弃战争，不保有军队。你想想，要是这条被改了，日本就能名正言顺地拥有发动战争的权利，自卫队就能变成国防军，这性质就完全变了。从安倍晋三开始，他们就在这方面一点点试探，一步步推进。而高市早苗呢，比安倍更激进，是出了名的修宪急先锋。他背后的势力巴不得一步到位，但是想修宪，光政客们自己嗨不行，你得过了日本老百姓这一关。这就说到第二个关键点了，他国内有巨大的阻力，日本老百姓对这事儿的看法分裂得很，大概有40%支持修宪，现40%反对，还有20%是墙头草，摇摆不定。很多普通民众，特别是中老年人和女性，觉得现在这个和平宪法挺好，至少能保证日本不卷入战争，塌下来有美国顶着，而且修宪的门槛极高，需要国会绝对多数通过，再加全民公投过半支持。之前安倍势力那么大都没完全搞成，就是因为民意基础不够扎实。那么问题就来了，怎么才能打破这个僵局，让那些反对和摇摆的老百姓转变态度，支持自己修宪扩军呢？高市早苗们的策略就是我开头说的借东风，而这股东风就是咱们中国他们的算盘打得非常精主动，制造一个可控的危机。具体怎么操作，就是不停地踩我们的红线，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大放厥词，渲染中国威胁论，把咱们塑造成一个马上就要威胁到日本生存的可怕对手。他们心里跟明镜似的，预判了我们中国的反应，基于我们不开第一枪的战略传统以及中日经济深度绑定的现实，我们大概率不会真的动武经济制裁，也会比较克制。也就是说，他们判断挑衅我们的风险是可离霸纯保林扛控的，是能承受得起的，但这么做的收益对他们来说可就太大了。一旦营造出这种大兵压境的紧张氛围，日本国内的政治气候马上就变了。你再动藏一当哄的，看那些民调，高市早苗越是发表对华强硬言论，他的支持率反而越高。以前老百姓可能反对军费大涨，现在一看中国这么厉害，超过60%的人既动好领断，然转而支持增加防卫费了。这招太高了，一下子就把内部矛盾转化成了外部矛盾，把民众对经济不好的不满转移到了所谓的国家安全焦虑上。这简直就是一场政治阳谋，他们算准了我们的反应，然后利用我们的反应来达到自己的国内目的。你回顾一下日本历史，这招他们用的挺熟练的，从明的挺熟练的。万岛信痛至维新借着黑船事件搞改革，到二战前利用满洲危机扩张军国主义套路，都差不多渲染外部威胁，倒逼内部改革，或集权高市早苗今天完整的不过是这个老套路的一个新版本罢了。所以我觉得日本现在的挑衅绝不是简单的头脑发热或者找死，而是一种充满冷酷理性的战略选择。短期目标是借机大涨军费，修弄哇改安保政策，长期野心就是最终实现国家正常化的春秋大梦。我们看清了这一点，才能明白光靠口头上的强烈谴责可能不仅吓不倒他们，郎当当持物实供正中了他们的下怀。但是这其中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他高市早苗凭什么这么自信？他怎么就敢赌我们不会拿他怎么样？难道他真的不怕玩，真的不怕脱有吗？说实话，我认为高市早苗这帮人，他们的底气主要来自于以下3重自以为是的预判。第一重算计，也是他们最大的依仗，就是吃定了我们中国。色榜时代胡道力不开第一枪的战略传统，高市早苗团队心里那本账算得很清楚，只要日本自卫队的军舰飞机不真的开进台海，直接介入中国，主动对日本本土发誓
动军事打击的概率是极低的。为什么他们敢这么想？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无论是在朝鲜战场，还是对印、对越的自卫反击战，都始终坚持后发，仍坚守不开第一枪的原则，这是大国担当，也是一种战略定力。但这份克制在高氏早苗们看来却成了可以钻的空子，他们觉得光动嘴皮子既能动嘴皮子，浪抗既横领光，秀足强硬姿态，又因为没触及动武的绝对红线，所以军事上是安全的。另一方面，他们心里还抱着一个护身符，那就是美日安保条约，总觉得天塌下来有美国顶着。尽管最近的美日军演已经暴露出美军并不那么愿意和日本共享核心情报，同盟关系有裂痕，但高氏早苗还是想拼命扮演好反华急先锋的绝猴。基尧陇躺倒了计，洪卯地色试图把美国牢牢绑在自己的战车上。第二重算计是他们赌我们在经济上也会投鼠忌器，不愿意杀敌，1000自损800，日本那边肯定也仔细评估过经济制裁的风险。他们的结论大概是中国不会轻易对日本发动全面的经贸战争。为什么呢？因为中日的经济捆绑太深了。2024年双边贸易额道听Word省壮3000多亿美元，日本的很多关键半导体材料离不开中国市场，我们的很多产业链也需要日本的零部件，真要全面脱钩，对我们自己当下的发展，尤其是零广，在突破美国卡脖子技术的关键时期，也会造成冲击。所以他们认为我们的反制大概率是克制的，有限的更像是精准打击，比如限制旅游、李推旺杠、发布留学预警等等。就像之前中国游客大规模取消赴日机票，虽然让日本旅游业肉疼，但并没有伤及其经济根本。在高氏早苗看来，这种程度的疼痛是我为了实现国家正常化这个宏大目标所必须付出的，也是可以承受的代价。第三重算计是他们觉得中国的反应模式是可预测的，他们甚至可能坚奋斗早就做好了预案。但是我想说，高氏早苗他低估了中国反制手段的精准和智慧。我们不一定非要打热战或打全面的贸易战，我们手里可打的牌很多，比如稀土出口管制，日本极度依赖，或者在琉球群岛主权问题上做出更主动的姿态，都能让日本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他更高估了美国同盟的可靠性，美国从来都是利益至上，日本在纳豆换的森，他眼里终究是一颗可以牺牲的棋子，而不是平等的盟友。最近驻日美军费用分摊的争执军售的漫天要价都说明了这一点。最关键的是他练的务实，读了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战略决心，不开第一枪不等于没有底线，更不等于软弱。如果日本真的敢在台湾问题上跨出实质性的一步，比如对台 GIT 我骂蹭军售，甚至允许美军部署战术和武器，那必将触及反分裂国家法所画下的红线，后果绝对不是高氏早苗所能承受的。所以高氏早苗这场碰瓷阳谋看似算计精明，实则是建立在过时的地缘政治思维上的一场危险赌博。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来看，高氏早苗的赌博是成功的，因为他的一系列举以婚内桑弹道动使得他刚上台就是稳坐日本人气首相。这反常现象的背后，恰恰暴露了高氏早苗团队极其精明的政治操弄手法。他主要玩转了以下3把火，第一把火也是最关键的一招，叫矛盾转移大法。现在的日本社会老百姓日子并不好过，普通大米价格涨了近1半，巧克力、咖啡这些日常消费品也越来越贵，经济疲软，通胀高企，民众不满情绪其实很重，那怎么办呢？高氏早苗的选择是拼命炒作中国威胁论，把大家的注意力从为什么米饭又涨价了这种民生痛苦强行转移到中国会不会打过来这种国家安全焦虑上。这招特别有效，因为日本媒体长期渲染下，超过80%的日本民众对中国没啥好感。足一动是脱网，高氏早苗的强硬言论正好点燃了这种集体不安，他成功的把对华强硬和保障日本安全画上了等号，让很多普通日本人觉得挑衅中国不是为了惹事，反而是一种自我保护。这样一来，国内的经济社会矛盾就被巧妙地转化成了对外的同仇敌忾。
第二把火是精心给自己塑造一个位集中的强人形象，在民众感到不安和焦虑的时候，一个看起来果断、强硬、敢于对抗强权的领袖，往往特别有市场民调显示大约30%的支持者就是欣赏高市早苗这种有领导魄力的感觉。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通过不断发表突破常规的言论，比如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儿，甚至暗示自卫队可能武力介入，这种打破日本政府过去模糊策略的表态，让一部分觉得憋屈的民众认为他敢于说真话，有骨气。而且他的支持者群体很有意思，呈现两极分化，一方面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渴望所谓的国家自信；另一方面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他们能对日本过去的辉煌有所怀念。高市早苗的强硬姿态恰好同时满足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需求。第三把火也是他的终极目标，就是为大幅增加军费，最终修宪扩军，铺平道路，这才是重头戏。